御史台和京兆少尹对夜兰街铺设祠月者视而不见，可有此事啊？陛下，臣确有与金吾卫商议，可以偶尔宽纵夜行之人。陛下，林少尹哪里只是宽纵？入夜后，两市还有商户经营。京兆府要做什么？暮鼓后禁止出行，晨钟后则开禁通行。但譬如中秋，市属诚意要去赏月，无人敲响暮鼓，百姓皆不知已到夜尽，难道要责怪他们？林安然，中秋之时，分明是你早放了两京市属归家，致使暮鼓未响。中秋，让人归家团聚，不应当吗？你这是带头违反夜禁，纵容盗匪，是何居心？怪就怪在某上任以来，贼人一个都没捉到，犯禁的寻常百姓却日渐增多。林少爷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这不是京兆府失职？京兆少尹，为何百姓会屡犯夜禁呢？圣人治下，海晏河清，盗匪渐少。单说聚贤巷14经营稍不注意，商户与客人就会夜行归家，久而久之，鬼市便应运而生。若是禁绝，百姓难免怨声载道；但若松一松手，不出什么岔子，反而更利民生。哎呀，真是第一次听闻鬼市之说，就是在夜间摆市吧？户部可有访查？陛下，臣……陛下，这些是户部张侍郎亲去京兆府商议的，赌不如输，稍稍放宽夜禁，更大力试水。是，陛下，暗中放宽宵禁，这……朕知道礼部要恪守组织，然则治事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国。放宽一些嘛，也无甚妨碍的嘛。退烧了，老天对我的惩罚可算结束了。赶紧把这些有的没的都忘了。沈娘子平日爱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，倒也无事，但在一些措辞上，总该谨慎一些。把药喝了，不舒服的话就喊人。祖宗说不记得了，可他最近怎么那么温柔啊？来，又管哪里跑？就你这样的，吓死祖宗了。别怪我没罩着你啊！我在御史台啊，我就是个这，没人告诉我要弹劾你。我本来挺担心的，我担心你被罚，可没想到你面不改色，还逗他们玩儿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？所以你这是顺势而为呀？真有你的！我要是能像你这么精明就好了。好了，告辞了。林少尹，请留步。曹侍郎，林少尹所赠乐团冒亏领了，可否请少尹家中小叙？请。愿君乘舟千里，鹏程万里，归来仍有良友二三，赤诚一身。少爷，当年我赴永安任职，曾在一挚友家中借住，
此有写良友赋赠某，其中便有这几句。没成想，在少尹送我的乐团所附手书之中，我又见到了。少尹这首行书，也酷似我那位挚友的字啊。行书笔意相连，有相似之处，不过是寻常罢了。原来94投毒，咱清照府因着这沈家的关系回避，那也可以找大理寺啊，怎么就交到刑部来审了？刑部的曹荣，至今只是个侍郎，就是因为他为人太过刚正不阿，树敌太多。这原来背后一定有朝中的关系，拿这个案子去试一试，看看这曹荣是真的刚直，还是矫饰。这曹荣，从前跟阿郎不是朋友吗？郎君想跟他打交道。崔家出事，此人可未尽一言，贸然接近此人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确实没有查到，当年有人为崔家说话，但我设法看过吏部的文书，崔家案，曹荣被贬5年，未曾显明缘由。我猜，他未必不是因为替阿爷说话，才遭发落的。轻疏冒犯。林少颖的相貌，也有几分相似我那位旧友的夫人。哦，我那位旧友乃青阳崔让之，夫人乃秀州卢氏三娘，少颖可曾识得？青阳崔家，他们可是17年前玉关案的罪人，曹侍郎竟与他们有救。17年前，少尹不过幼学，又怎会知道玉关一案？崔氏当年任京兆尹，却罪行昭昭，骇人听闻。某如今乃京兆少尹，知晓一桩铁证如山的罪案，有何稀奇？什么狗屁如山！让之绝对不会干那样的事情。当年那起案件没有在大理寺复核，让之就惨死狱中，其中必有冤情啊！若真如此，曹侍郎当年怎么不为崔家叫屈啊？哼，你正是提到了某的痛处。当年某只是一个门下省的路士，无人肯听某半句。我不停地上书，最终被贬岭南，落了个妻离子散。孤家寡人，我更了无牵挂。7年，我用了整整7年才返回京城，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刑部，如今才做到了这个位置。我就想等时机成熟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为让之一家洗脱冤情。看来曹侍郎当真与崔宁是至交。倘若如今有了新政，可以为崔宁洗冤，但要赌上侍郎的身家性命，侍郎会如何做？某的身家性命早……你这样问，一定是与崔家有关。你手头是否有新的证据？侍郎会如何做？快，随某去面见陛下。曹侍郎，稍安勿躁。你只需于某去陛下面前澄清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一人担着。我再也不是当年的陆氏了。刑部侍郎在大内处处明志，那陛下不会置之不理。曹侍郎，冷静，冷静些。我没有什么可冷静的。17年了，某这颗头颅早就该为崔家而碎了。曹侍郎，不可！曹侍郎，没什么不可的。你抱着我！
四郎，阿郎，小人送些糕饼。崔彻，拜见叔父。阿彻，你真的是阿彻？没想到啊，我能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之子。坐，快坐。适才诸多试探，还请叔父见谅。不碍事儿，知道谨慎呐，是好事儿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少时，我被赵王所救。赵王，他为何会出手啊？赵王曾与阿爷书信往来，引阿爷为知己。玉关案发，他便派人寻我。彼时，赵王长子李胜将被立为世子，却因病而亡。而我有几分孝思李胜，能慰藉赵王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还是多亏了赵王啊！如果当年是我，即便是救了你，也不能给你个随便行走的身份。叔父别这么说。案发之后，京城的崔府就被查封了，之后就被拆除了。我还去过青阳，但崔家的老宅也被夷为了平地。我真的以为你呀，好，长大成人了。原本我并不想打扰叔父，但如今我手里根本没有证据，往后的路实在需要叔父指点。孩子，我也是回京任职之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。只是这玉关一案涉及兵部级16位，好似撼动了根本，这才被严办的。检举此案的小吏，那手中的证据直指你阿爷，无法推翻呢。这些我都在卷宗里看过。此人声称嫌我阿爷买官不成，还遭劫杀，只能自保。他手里证据极其相似，我阿爷立即被夺职下狱，后来自尽狱中。外人都说他是畏罪而死，那小吏也落水而亡。就连当年督办此案的萧五郎，也因为骑马坠崖昏迷，卧床多年。萧五郎，福惠长公主的驸马？正是。当年的案卷抹去了所有办案人员的名字，我也是多方打听，才最终确定是他的。郎君，郎君，赵王殿下的密信。殿下是要我在福惠长公主处探听兵部几个空位的人选。哎，这郎君先前想要进京，殿下还因为寻不到为郎君助力的人士心急如焚。怎么才这些时日，他在京中就有认识的人了，还能打听到兵部有了空缺？曹侍郎说，当年督办玉关案的是长公主的驸马。就是那个沉睡多年的萧五郎。对，既然能打听到，可见也不是什么机密。以殿下的年岁，可说亲历了玉关案，更该知道此事。虽然他并不知晓我要翻案，但为何却从未提起萧五郎此人？要我说，想不出来。也没问你。对了，长公主对沈家兄妹颇为赏识，届时麻烦他们再做一份吃食，我给长公主送去，趁机问一问驸马的事。热症可退了？我没事了，
身体壮得像头牛。少尹找我是有什么事啊？说来有些尴尬，京兆府未曾给长公主备下乐团送去，如今中秋方过，又要拜访，就未免有些……先前少尹在我家饭馆定下了那么多乐团，怎么没给长公主送一份啊？总不可能是忘了吧？我说呢，先前长公主给云水院下那么多份帖子，不是诗会就是花会的，原来都是约会啊！长公主身边近臣颇多，少尹要是送乐团给人家吃，哎，没准人家想吃的是……沈韶光，那个这样，我帮少尹做一份咸味的火腿乐团。少尹呢就说火腿腌制需要10日，所以送来晚了。长公主那么不拘一格，肯定会更喜欢本朝罕见的咸口乐团。虽然中秋过，但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不就行了？多谢。你这指黑为白的天赋，没准儿做官能做得比我好。我当是你夸我了。这是专门选用了7、8斤的猪后腿，取下后整形，再经过一次次上颜，又晾晒整整1个月，再经过清洗、晾晒、发酵、堆叠好几道工序制成。这还是简易版的，更讲究的呢，要头年秋冬腌制，次年夏天才算腌好。更有甚者，专门吃2年腿、3年腿呢。给我来一口。啊，哇，这火腿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居然比鲜肉还好吃，这都如此好吃了，那你说那些2年腿、3年腿得多好吃啊？当然了，经过腌制的火腿呢，有一种岁月发酵后的香醇，哪里是鲜肉比得上的？岁月发酵后的香醇，什么意思啊？鲜肉吧，就好比年纪小的郎君，嫩则嫩矣，但太直白了，缺了点灵魂。用鲜肉做菜，就很容易被调料啊、别的菜的味道给覆盖了。但是老火腿呢，它就像成熟的郎君，见过世面，都沉淀下来了。用它煮菜，只会把它的味道覆盖到别的菜上，根本不会动摇了根骨。可是我觉得这火腿可能是越老越有味儿，但这郎君吧，不一定是年纪越大品质越好的。当然了，你看我兄长够老了吧，完全没有沉淀。送往素水城吧。不过我觉得林少也不一样，他虽然年轻吧，但见过世面，沉稳又有味道。怎么了？确实，咱们少爷啊，见过世面，沉稳有味道。就是酒量不太好，不过还好酒量才好啊。这围观的酒量不好是好事吗？哎呀，你快吃吧。我吃着呢，真好吃。不是他们，这沈娘子净胡说，郎君酒量还不好。再说他上哪知道去？他爱知道不知道啊？不过他那话说的倒没错，咱郎君见过世面，沉稳又有味道。不过他先头刚同意和咱们退婚，现在又这么夸你，他不会是反悔又想嫁了吧？他压根儿没看上我。那就好，可不能重蹈覆辙了。不过我怎么觉得郎君你说这话有点咬牙切齿那味儿呢？少觉得些有的没的，赶紧把信发了。哎，郎君，你这封给素水城的回信里没提起曹侍郎吧？没有。殿下是恩人，但他更是藩王。过去我曾以为殿下有爱民之心，可近来我也有些疑惑了。
就用这几块木板跟皮料做个盒子包，能装乐团，也能够日常使用。长公主家里什么好东西没有啊？还是得出奇制胜。你这么聪明，都听你的。少爷这么欣赏我，不如再给我几块金砖做酬劳呀。那我可要打欠条了。这有炭笔，你打。我开玩笑的，我欠少尹多少，哪还好意思管你要钱？记得就好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沈娘子。好呀，你说呀。沈娘子一家是我见过最和顺的，就算有过针锋相对，但终究最在意对方。不知你们会否有过瞒骗家人的事情？那太多了。泱泱呢会偷吃糖，祖父祖母在的时候，祖父会偷藏私房钱，他分我一半，我就帮他骗我祖母。还有我阿兄，他骗家里人的地方就更多了，他连离婚与前妻和离这事儿也都是先瞒着家里。但后来你们还是都知道了。我们一开始还想装不知道来着，还骗泱泱说他阿娘出远门了。但是有一天泱泱自己回来说他知道阿姨阿娘分开了。我还知道一件家里都不知道的。我嫂子是有新欢了，那位新欢呢颇有些家产，于是我兄长自愧不如，拦都没好意思拦，就亲自送他搬家，去和那位新欢在一起了。沈公才喝多了跟我说的，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说，不然他又要挨揍了。少尹是有心事儿吧？所以才会问我会否对家人有欺瞒的话。你愿意说呢，我就是树洞；不想说呢，我还是树洞。我有一个很信任的长辈，但我突然察觉，他似乎有些事情瞒着我，而我也有许多事情瞒着他。我不知道那位长辈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我知道少尹很好，你是不会伤害旁人的。你决定说谎，一定是有你的原因，或者是善意的谎言。谎言也有善意的？如若是你，偶尔说谎也是出于善意的吧？你告诉我的呀，论迹不论心。你没有伤害旁人之前，不必先审判自己。上好了。怎么样？沈家娘子真是玲珑心思啊，竟然能做出这样的包来。哎，少尹，你替本宫看看，这是背的吗？好看吗？哎呀，真是好，真是玲珑心思。这乐团也是出自沈娘子的手吧？是。我早就听闻沈家14在做这个。这馅料是猪肉的，那怎么一点都不膻呢？还格外的咸、鲜、香醇。这是沈娘子为殿下特意腌制的。这沈家小娘子，本宫欢喜得很。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样的郎君能够配得起他，可千万不要像本宫似的，到头来心里那个孤独啊！
殿下说自己孤独，某道有事想问，就是怕牵动殿下的伤心事。少尹是想问驸马的事儿吗？少尹对本宫很好奇吗？本宫没有什么忌讳的，本宫与那萧家五郎没什么感情的。阿爷让我嫁，那就嫁喽。成婚之后呢，他玩他的，我过我的，那人不知怎的，一个不擅长骑射的人，非要去骑马，马就将他颠下了山崖，他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本宫倒也过个自在吧。驸马不善骑射，却非要去骑马，是马将他颠下了山崖。是，外人都道是本宫训练的那匹马，是本宫让驸马一病不起的。殿下要取人性命，也会偏好明着杀。殿下若要驯马，也只会是因为殿下想要做那匹练马的主人罢了，绝不会是因为什么阴谋诡计。就连一母同胞的兄长，当今的圣人，都着本宫去问话，都怀疑过本宫。没想到这都城之内，还有你灵验懂我。近日里登门送礼的，往来的，都是为了打探明年兵部的安排。少尹倒是沉得住气啊，还未张口。但是本宫喜欢你，那就告诉你喽。多谢殿下提点。前任的兵部尚书是六郎选的人，阿兄与我都不喜欢的。如今出使吐蕃，倒也可以许久不用再见了。明旨虽未下，但是少尹如果要备礼的话，河东节度使和黄门郎家的妻女，近日都在永安探亲望友。李六郎，赵王殿下，他与朝中一直都有联系，还曾举荐不远。这些都是长公主殿下赏赐，殿下还说了，往后见到这些配鱼，底下的人都得为少尹放行，少尹便能自由地出入长公主府。多谢殿下好意，某自行回府便好。郎君，你也体谅一下我们，这些都是殿下的旨意，还请林少尹上车。林少尹为继而立吧，如此年轻便官至京兆少尹，这当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少尹为人正直，品貌俱佳，风度翩翩，这些正是长公主殿下最欣赏的。殿下先前对少尹屡次邀约，便是对少尹十分看重。若是少尹合意，位列三公，也是指日可待呀。少尹，少尹，小人的话还请少尹仔细思量，毕竟那是长公主殿下的意思，有殿下扶持，以少尹的人品，何愁将来啊？
过誉了，过誉了。少爷慢走。爷爷，他们说的话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快走，回饭馆啊，要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快！别了！别了！出来了！别了！我们就离去了。这古代这些女子都这么疯狂的吗？阿元儿，出话！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事儿啊，这太疯狂了，这也啊！不是，这不是那次诗会之后，长公主她一声令下，还真有人收集我说的话，做成了语录。而且最近啊，这好多书坊都用了这个雕版印刷的技术，不像这个人工手抄的费时费力啊，所以说它的传播速度唰一下就上去了。你再加上，就我这个人形象，那确实也还行啊，是吧？啊，哎，现在这些女子啊，是真不挑啊。但是你得劝劝她们，别来堵在门口这儿，这不影响咱们家做生意吗？啊，你这什么叫不挑啊？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对审美的认知，他们多有品位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管理好我的贡菜丝的。还贡菜丝呢？我可警告你啊，申少坚，这些女子喜欢的是你包装后的形象，不是真实的你。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就跟人家怎么的，听见没有？咱们家绝对不允许欺骗感情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啊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不是妈，我能跟那些明星一样？你再说，我说那些话那都是发自肺腑的。你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跟我的粉丝保持距离的。我是属于大家的，我不可能被一个人所独占啊！你快拉倒吧你！长得不怎么偶像包袱倒是先背上了，以为你火能有点长进，没想到反祖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们都在啊！啊，出大事了！你简直不敢！这前面怎么那么多人？店门怎么还关了？这不做生意了？还不是为了堵沈公菜粉丝啊？都是他的粉丝啊？没有我的吗？哎，爸，你说正事。哦，对，我跟泱泱啊，刚才亲眼看见了长公主府里的人把林少爷送回府了。听他们的口风说长公主相中了林少爷。什么啊？爷爷，相中是什么意思啊？走，紧急会议，开会。行了，开会，都说说吧。家人们，我先说两句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你看，你们想啊，要是祖宗真的跟了长公主，那他这身份，他这地位一下子不就上去了吗？那咱们就成公主后代了呀，那也算是他懂得荫庇子孙了，是不是？贡菜，你这个脑子是不是一团的酱子呀？怎么了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林祖宗跟沈祖宗的后代啊！如果林祖宗现在有了长公主，那他还能跟沈祖宗好吗？如果他不跟沈祖宗好，那过去不就改变了？那未来也就改变了，那还有我们吗？啊，对，把这茬给忘了。那不行，那他俩不能好啊。那他们好了，咱们全没了。你关键是我要是没了，我那贡菜丝怎么办？他们很可怜的。你是被你那些贡菜丝冲昏头脑了吧？这不是，他确实可是这样。根据科幻片里讲的理论啊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。既然我们已经在未来存在了，那说明祖宗就是会遇到另外一位祖先沈娘子，跟他成亲啊。阿季，她毕竟是长公主，这地位摆在这儿呢。再者说了，她又不要求她当驸马，她又不限制她的仕途发展，这么多的好处，人呢，我跟你说，难说。祖宗不是那种人，可万一长公主强取豪夺呢？用强的。家人们，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刻，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影响未来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放下内部矛盾，一致对外，坚决地阻止祖宗投奔长公主，坚决地阻止祖宗
向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有道理。一抹余晖在眉宇，风一摇摆，云下绚丽。听一次响动就一醒，真情或只可回忆。朦胧是你，清晰是你，无力叹息，月下见你影。欲言还休，情不自已，可否前路且相望莫相依。以为眼间皆冷冰，偏让暮色染红耳鬓。连屏气凝息也不尽，识破我捂热的心。笑声是你，逻辑是你，含蓄将你揽进生命里。犹疑不定，真心难弃，世俗轨迹何能让我放弃？否想你乱了思绪，坏我沉溺，我竟还是他为假期。心一动，是风吹开了最新的涟漪，是谦虚缠落的藏匿，攒够了一生因你而去，爱离家期，要流浪的心今后归来故里，要遥不可及的靠近，要生死更替，只有我们不错不已。也许情分恰恰任意，但爱永远会不给我们相惜相惜。攒够了一生因你而去，百里佳绩，要流浪的心从此归故里，要遥不可及却还刚靠近，要生死更替之你不错不疑。